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今天是10月世界安宁月最后一集的影片，跟大家来谈一谈我在医院工作这3年安宁共照工作的感想。这个月我们谈了不少面向有关于安宁的介绍。原本我自己还担心有什么主题可以谈，不过也谈了不少的面向。看了这些影片，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哪个选择可以保障我自己的心愿？影片最后告诉你这个问题。不得不说，现代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资讯也非常的发达，不同的医疗理念充斥在这个社会，你会怎么选呢？在医疗中，每个医疗专科不一定都会落在安宁的点上，某些科距离安宁真的是很遥远。有一次，安宁的医师在电梯中巧遇了一个新来的心脏科医师。安宁的医师介绍自己后，心脏科医师就跟他说：“哦，我们2个的科距离很遥远。”有些科的医师也不认为自己的专科他顾的这个器官有所谓的末期，即便到了我们认知的末期，在他的眼中不认为末期就是不行。也是啦，有些洗肾一洗就是10年、20年。台湾有12%的人口有慢性的肾衰竭。每10个人当中，至少就有1个患有慢性肾病。每年洗肾的人口更高达94000人，洗肾的盛行率是每100万人口4000个。肾脏科医师认为，只要那2颗肾还在，没有洗不动的事情，除非2个状况才会找上安宁。第一个是病人家属不想洗肾，第二，病人一直住院转不出去的时候，又达到某些所谓安宁的末期条件的时候，就会照会安宁的共照。如果安宁有收案，就有机会转主治、转科，就可以解脱了。不是病人解脱，是主治可以解脱。当然，不是所有的肾脏科医师都没有安宁的概念，但是有的真的也不太多。希望你是有正确安宁观念的医生。如果你遇到家人末期，你可以主动的要求医师召会安宁缓和医疗团队，不然你会离安宁非常的遥远，可能要临终了，都看不到有安宁的人前来给予协助。请大家自求多福。病人自主权益法预立医疗咨商，是我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进修取得諮商的资格。或许你会认为我很有兴趣这个薪资，主管不派训我都会想办法去上课。其实主管真的没有派我去受训，而是选了别人。但是上完课，我真的觉得我不喜欢这个法令。当各大医院是这个諮商门诊是一个赚钱的门诊的时候，我是唯一拒绝参与门诊的人。在医院还有一个不小的讨论，资方会觉得你是医院的员工，这就是你要交付你执行的工作。最后我是自驾受训，我又没有拿你医院的钱，我跟你也没有这个业务上的义务期，而且拿公费去上课的人也都离职啦。加上我不赞同这个法律，我更不会去推销一个不良的商品。后来我也看到这个不良的商品在临床上发生了问题。我不认同最大的原因，我认为这是一个有钱人的一个保障。
因为要花钱才能得到政府法律的保护，才能拥有自主权。换句话说，医疗自主权居然是要花钱购买的商品，不是人天生而来的权利。最主要的是，如果有一天没有钱的人就没有尊严可以选择他要什么或他不要什么吗？因为他没有钱，没有完成预立医疗照护之商 ACP， 也没有写预立医疗决定 AD 的内容，更没有上传注记在健保卡中，所以就没有权利选择。这样符合公平正义吗？而大部分的医院居然社公司是预立医疗照护之商的成员之一，是不是有点讽刺呢？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收费和服务。病人自主权利法的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罚则。大家有想过一个问题吗？如果今天花了钱，也写了贵松松的 AD， 结果医师不敢执行我的 AD， 因为有小狗在叫，就不执行病人花钱买的心愿，而不能罚医生，也没有履约保证，结果我的钱白花了。如果你在网络上搜寻有关于病人自主权益法的相关网页，你可能对于下面这一段话你不陌生。病人自主权益法强调尊重病人的自主权，一旦病人进入法定的预立医疗照护之商 ACP 后，签署预立医疗决定 AD 之后，病人的法定代理人、配偶、亲属、医疗委任代理人等关系人不得妨碍医师依病人预立医疗决定中的所有处置。同时，病人自主权利法规定，医师依预立医疗决定执行、终止、撤除或不施行维生生命治疗或人工营养及流体喂养，不用负刑事与行政责任，让医师可以放心的帮病人善终，不用担心被告。大家有没有很熟悉这段话？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医师自己都知道，怎么会不被告呢？一定会被告。有人不满意，去法院地检署按铃申告，检察官一定会开侦查庭吧？会传唤双方的人吧？顶多检察官做出不起诉的处分。所以不是不用担心被告，而是不会被判刑。如果家人不认同病人的 AD， 开会的时候，医院召开家庭会议的时候，相互对骂，坚持不同意，我真的不知道全国有哪一位医师那么勇敢，敢执行病人的 AD， 不怕家人在医院门口抗议示威，买广告来骂你。如果有这么勇敢的医师，请在底下面留言。如果家人中间有因为执行病人 AD 有争议的朋友，可以下去底下看留言，有哪位医师那么勇敢，把你的病人转去那间医院给那个医师，让这位勇敢的医师能够帮助病人完成他的心愿。如果医院有因为收钱因故无法完成病人的心愿，其实我认为应该要全额退费给病人，因为医院浪费了彼此的时间。下一次修法至少应该要有20年以上的履约保证，不然如果医院不执行病人的 AD， 要有罚则，
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病人的权利，不是吗？看到这里，聪明的你应该知道，没有一个法律文件可以帮助你善终，除非你跟所有认识的亲朋好友都说过自己要怎样死，再搭配 DNR、AD， 才有好死的一天。否则你遇到胆小怕事的医生的时候，你只能怨自己没有把你的孩子教好，没有知心的朋友，自己受苦的时候没有人跳出来骂这些不孝子，自己花钱白白受苦。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希望人人有善终。我们下一集见。